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第一位在中共20大后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舒尔茨此行也吸引本国企业踊跃报名随团。德国媒体透露，超过100份申请，最终12名德国公司代表获准。外界也注意到，近期德国总理顶住压力批准中国海运企业入股汉堡港。舒尔茨还多次表态反对与中国脱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将于11月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德国联邦政府公布的简报显示，舒尔茨定于10月3号出发，10月4号在北京展开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将重点讨论双边关系、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俄乌冲突以及东亚地区局势。陪同舒尔茨访华的德国商界代表团成员目前已经确定。德国商报透露，希望能与总理一起访华的申请就有约100份。已经确认参加访华团的有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西门子总裁富勒人、制药公司默克集团首席执行官葛利赫、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索英、巴斯夫首席执行官博穆勒等12名德国公司代表。博穆勒上个月曾访问中国，出席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的一体化基地项目的投产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100亿欧元，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博穆勒还在讨论德国对华政策时呼吁，我们需要停止抨击中国，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他指中国市场对德国化工行业至关重要，呼吁德国政府应当制定一种弹性战略。事实上，纷纷加码投资中国的德国商业巨头不止化工巨头巴斯夫一家，宝马将再投资100亿人民币扩大在中国的电池项目投入，大众将投资约168亿人民币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地平线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开发自动驾驶技术。数据显示，德国企业正在加速对华投资。今年前8个月，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大增30%，是同期对华投资增长幅度非常靠前的国家。德国经济研究所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在华投资约为1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呢，总体来说，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是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那么，对于经济家来说、企业来说，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投资的环境。对于企业家来说，他考虑的是经济效益。那么我们国家对于德国的企业给予了很大的经济上面、政治上面的支持，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他还是非常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就在舒尔茨访华前夕，中企入股汉堡港被德国政府批准通过。舒尔茨27号表示，德政府批准中远持有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24.9%股份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德国政府发言人证实，舒尔茨的中国之行与中企入股汉堡港没有任何联系。1189年建成的汉堡港是欧洲北部传统的最为重要的物资中转站。由于港口内装卸设备先进，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极高，汉堡港也被誉为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和欧洲最快的转运港。汉堡港如今吞吐量的1/3都来自于中欧贸易往来。有德媒评论称，由于和中国往来的集装箱总量远超欧洲其他港口，汉堡港进一步夯实了中欧贸易第一大港的地位。德国焦点周刊报道称，中企对汉堡港码头的投资不仅带来资金注入，而且带来订单。从另一方面说，中国货物从汉堡港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也起到减缓德国通货膨胀的作用。汉堡港营销协会联合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阿克塞尔·马特恩认为，德国媒体有意纵容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伙伴关系曲解成依赖，对德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德国方面不断提出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德国社会它就是一个辩论文化，不断的争议文化，出现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要成为一个和德国合作的政治家，他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另外要非常了解德国的这种辩论性的政治文化。有分析认为，这一收购案的最终成功彰显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还是较为稳健务实的。他顶住压力推进收购案，说明他希望中德间务实合作的关系得以延续，也是为中德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在美国对华脱钩的鼓噪下，德国一些政客响应美国号召，把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炒作成依赖。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也存在着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音。
今年9月中旬，在德国举行的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来自绿党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宣布，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在对华问题上的天真已经结束，但这种脱钩倾向只会让美国获益，中德受损。德国总理舒尔茨近期频频释放言论，反对与中国脱钩。德国政府发言人赫伯施泰特28号表示，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同时，德国反对和中国脱钩。本月11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出席柏林机械工程峰会时明确表态支持全球化，称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德国必须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德国商报日前还报道，德国政府即将批准中国企业赛威电子收购德国埃尔默斯半导体技术公司的芯片工厂。有观察认为，在美国极力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的背景下，德国释放出一个信息：中德务实合作是两国关系主旋律。新政府组成之后，它的结果比默克尔时期要复杂得多，3个政党的分离状况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他现在到中国来，实际上面对于他定位和掌握自己的决策权影响是非常大的。总的来看，我觉得合作是主调。另一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段时间，他在柏林公开发出反对与中国脱钩的呼吁。与之相对应的，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却出现所谓的战略审慎。那么，吴先生，您如何展望德国总理的访华之行？哪些因素在综合作用呢？客观的讲，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行程时间并不长。根据德国媒体披露，可能是一次当天到当晚走的闪电式访问，但它的意义万不可小觑。尤其是当德国政坛已经实现政权更迭，这个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加速后默克尔时代的告别。中德两国关系、中欧两方关系今后的走势，我们都能在舒尔茨此次访华中窥见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前不久，舒尔茨在出席柏林机械工程峰会时明确表态称，我们不能与中国脱钩，非但如此，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与他们的贸易往来。这番表态为他在总理任上的首次访华奠定了总体基调。正如默克尔在任期内的历次访华，德国高访团的阵容都是含金量十足的。德国的商界大佬们非常清楚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决定性意义。我毫不怀疑，这些德国企业的老总们将再一次把重注压在中国。在北京签署一系列订单，只是从订单的构成上看，恐怕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所谓倾销式订单，而是与中国的产业升级、市场消费端升级、深度嵌套的共生模式。是的，经过辉煌10年的发展，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已经崭露头角。中国正在引领全球新能源产业革命，在个别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中国的起步时间布局程度、市场占有率，甚至要优于传统汽车制造业大国德国。在这个新趋势下，德国的民企们很难单纯通过卖车、卖鞋、卖家电等方式瓜分中国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取而代之的是用全球顶尖的业界解决方案、制程、加工技术来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竞争，并最终以共赢的方式分享发展红利。一言以蔽之，强如德国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强国，站在今天的中国市场面前，也必须拿出点压箱底的真本领了。事实上，我强烈建议德国企业的大佬们认真研读一下中共的20大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这幅宏伟蓝图中，外资与外企的可参与性是很高的，随之而来的发展红利是无穷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全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也是在以接榜挂帅的方式欢迎世界各国的资本与企业深度参与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将所谓与中国脱钩挂在嘴边的政客们，真是非蠢即坏。要是听信了他们的谗言，那真是把车开进了沟里。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如今的德国政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舒尔茨总理的执政根基与政治赋能的取得方式，已经与默克尔时代大相径庭。
欧洲媒体用交通灯来形容德国新一届的执政联盟，红、黄、绿三种政党颜色充分表明了这个执政集体在一些重大战略方向上多少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当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进一步冲击欧洲政治格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偏见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德国的内政与外交决策。因此，我们也频繁地看到德国总理与德国外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画面出现。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政治取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政府在战略抉择时的自我分裂。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